欢迎来到星星频道，请点击订阅并关注，获取最新资讯。胡歌、李沁主演的《人间有味》上线失事，宝总如何变成厨子？当宝总胡歌脱下阿玛尼西装，系上沾满油渍的围裙，一头扎进灶台的火光里，我们才猛然惊觉，那个在繁花里运筹帷幄的上海商人，这次真的要把自己烧了。2026年，一部名为《人间有味》的电视剧，用定档失事这4个字，狠狠戳中了当下观众的神经。它定下的不只是一个播出日期，更是一面让我们不得不正视那些正在失去的传统、手艺与生活方式的镜子。胡歌如何从精致的宝总变成烟火气的厨子？这不仅仅是演员的转型，更像是一场关于尊严、传承与时代洪流的公开拷问。在预制菜和外卖 APP 统治我们味蕾的今天，还有没有人愿意为了一口旧时的味道，把自己扔进滚烫的油锅？人间有味在2025年12月16日于北京正式开机。这部剧改编自作家常小虎获得茅盾文学奖推荐的小说《收山》。故事的核心舞台是上世纪90年代北京的百年老字号餐馆万唐居。2026年1月9日，剧集发布了首批官方剧照，并同时入选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剧看总台的2026年度电视剧片单，明确了其登陆央视黄金档的播出计划。这意味着观众最快在2026年第2季度就能在央视一套和芒果 TV 看到这部作品。胡歌在剧中饰演厨师樊大成，为了这个角色，他提前3个月进入厨房，拜非遗厨师为师，进行封闭训练。在半年时间里，他每天练习厨艺长达8小时，光是练习颠勺就颠碎了超过400个鸡蛋。为了在外形上更贴近90年代后厨师傅精干清瘦的形象，他主动减重12斤。最被广泛讨论的细节是片压技艺，他苦练至能闭着眼睛将一只烤鸭精准地片出108片，形成了所谓的肌肉记忆。导演黄磊在谈及胡歌的付出时说，他成了真厨师，而剧组的餐饮顾问更是现场坐镇，确保每一道烹饪戏份的真实性。为了极致还原上世纪90年代老北京的生活质感，剧组投入了巨大的制作成本。他们搭建了一个面积超过16000平方米的巨型实景摄影棚，专门用于复原包括万唐居在内的老北京胡同街景。美术组甚至从潘家园旧货市场淘来光绪年间的老牌匾，用传统的鱼胶进行修复。导演黄磊为拍摄立下了真铁锅、真煤火、真烹饪的规矩，拒绝使用道具和替身。墙上的油垢和熏黄的痕迹不是做旧效果，而是日积月累的真实烟火熏染出来的。剧情的时代背景设定在20世纪90年代，那正是中国社会经历剧烈转型的时期，国营餐馆纷纷改制，私营经济开始萌芽，麦当劳、肯德基等洋快餐品牌涌入中国市场。在剧中，百年老店万唐居就站在了这个十字路口。掌舵人杨越均由老戏骨何冰饰演，他坚守着菜做100年不变才是本事的信条。而胡歌饰演的徒弟樊大成，却总想着给传统菜肴添新料。他在一次宴席上偷偷给烤鸭配梅子酱，在炸酱面里加云南菌菇，因此被师傅严厉训斥为离经叛道。这种师徒间的理念冲突，恰恰是那个时代无数行业缩影的写照。是固守祖传的铁饭碗，还是冒险下海寻找新活路？李沁在剧中饰演的杨雨竹，并不是传统意义上依附男性的爱情角色。她一边在柜台噼里啪啦地打着算盘，一边把个体户3个字写进自己的营业执照。这个角色代表着90年代开始觉醒的独立女性意识。她和樊大成之间的关系被描述为互相递梯子的战友，
共同想要逃离父辈设定好的人生剧本。为了演好这个角色，李沁提前学习了非遗剪纸和算盘技能，深入研究90年代职场女性的着装与举止。一个耐人寻味的幕后故事是，编剧团队为了创作，曾花费3年时间走访了50多家老字号餐馆。许多老师傅一开始很热情，但一听说剧本要拍变革，就连忙摆手拒绝。他们担心的不是手艺失传，而是怕被拍成落后的产能，怕给祖宗丢脸。最后经过反复沟通，老师傅们才勉强同意参与，但提出了一个条件，要把他们的名字藏在字幕的最末尾。这个细节赤裸裸地揭示了传统手艺在面对时代浪潮时的尊严焦虑。他们不是不想活，而是怕活得不好看。剧集的原著名为《收山》，后改名为《人间有味》。这个名字本身就充满隐喻。收山既指老字号收徒传艺的仪式，也暗喻收住浮躁、守住匠心的精神内核。而人间有味的味，在剧中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舌尖感受。它可能是何冰饰演的老师傅那句“您里边请”里包含的迎客热忱与江湖规矩，也可能是胡歌饰演的樊大成在灶台前面对资本入侵时那份想要守住些什么的执拗眼神。当樊大成从5星酒店学成归来，试图用新中餐理念拯救濒临破产的万唐居时，他面临的不仅是市场挑战，更是一场关于什么是真正传承的深刻博弈。上海人胡歌挑战地道北京厨师的设定，从一开始就伴随着质疑。有网友直接发问：一个精致的上海男人能演出北京胡同里老字号的烟火气吗？这种地域文化气质的差异，成了剧集开播前最大的悬念之一。与此同时，导演黄磊此前执导的中国版《深夜食堂》口碑失利，也让部分观众对这部同样涉及美食题材的作品捏了一把汗。这些围绕演员和导演的讨论，无形中将人间有味推向了更广泛的舆论场，让人们不仅关注剧情，更关注创作本身是否足够真诚。在官方发布的剧照和路透视频中，有一个画面反复出现。胡歌蹬着一辆老式的28大杠自行车，后座上侧坐着李沁。暖黄的灯光将两人的影子拉长在胡同的砖墙上。这个充满年代感的浪漫瞬间，与胡歌在厨房里被真火熏烤、汗流浃背的练习画面形成了奇妙的对照。他似乎在告诉观众，那个时代的味道不仅仅存在于炒勺和铁锅之间，也存在于这些简单、质朴却充满温度的人际关系与生活场景里。剧组为了捕捉这种真实的烟火气，甚至招募了真正具备雕花、烤鸭技能的厨师来担任群演。随着剧集拍摄进入后期，更多的剧情脉络被披露。樊大成在重振万唐居后，将面临资本入场的巨大冲击，他甚至会逐渐失去对老字号的控制权。而何冰、刘佩琦等老戏骨饰演的匠人所坚守的火候差1秒、味道差千里的行规，在效率至上的商业逻辑面前，显得愈发珍贵而脆弱。这些情节设定，将90年代的经济社会变革具体而微地投射在一家餐馆、一群厨师的命运沉浮之上，让宏大的时代叙事有了可触可感的温度。